婚礼当天，未婚夫为了他的青梅竹马弃我而去。李思思，小景生病，我赶回来了，你推迟婚礼吧。4年真心为了狗，我拿起电话就打给死对头穆燕。我缺个新郎，你要不要拼一桩婚？思思，小景她真的发烧了，病得很厉害。从小到大，她每次生病，我都在她的身边，不然我真的放心不下。你放心不下他，那我呢？你那么坚强，小景能跟你比吗？宋博洋，我生日那天，他拍戏破了点皮，你丢下我千里迢迢坐快车去照顾他。纪念日那天，他收到个死耗子，你就冲到他家安慰了一整晚。那些都是意外。意外？那昨天呢？我们婚礼的前一夜，张锦衣说发烧，你立马丢下我，偷偷买了快车票赶过去陪他一整晚。宋伯爷，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今天11点的婚礼，你到底能不能赶回来？思思，我现在在张锦的剧组，坐车去火车站都要3个多小时，根本来不及了。来不及？要不我们推迟婚礼1天，就推迟1天好不好？推迟婚礼？宋博洋，你疯了吧？我这也是没办法。现在所有亲友要么已经到了，要么就在启程来饭店的马路上了。你现在跟我说推迟婚礼，凭什么？就凭你宋博瑶够薄情负心，还是凭张锦那上不得台面的做派？李思思，我和小景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这么小家子气。我小家子气？我觉得你和张锦就该原地成亲，又何必祸害我这么多年？如果你今天赶不回来，那我们就结束吧。李思思，我理解你吃醋说气话，我说了，我只是赶不回去。如果你不想失去我，那你就推迟婚礼。对，错的人是我咎由自取。但是从今以后，绝不会了。思思，怎么了？宋博洋那丧尽天良的畜生到底说了什么？算了，这婚不结也罢，妈心疼你。等会儿让你爸好好同你爷爷说说。妈，谁说我不成亲了？啊！新郎都跑去陪那个狐妹子了，你跟谁结啊？你要给穆燕打电话，她可是你的对头啊！喂，李思思。李思思，你要是嫁给我该有多好，我们以后也不用当死对头了，两家强强联手。对，是我，穆先生，我今天成亲缺个新郎，你要拼一桩婚吗？果然。李思思，你在开什么玩笑？你若不愿意，那就算了。我愿意。你答应了？我答应。但是先说好，我不当你的空幌子。什么意思？我穆燕成亲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太太，至少能躺在我的身边，让我感觉到有血有肉，有温度，你懂吗？成交。那我现在要做什么？中午11点之前到红舍大饭店当你的新郎。还有，我们需要一间新房。好，这个交给我，保证让你满意。穆燕，思思，是那个你常挂在嘴边当买香做生意时的死对头穆燕吗？是的。可是那怎么行？他不是死对头吗？他会不会趁火打劫？会不会坑你啊？有什么不行的？阿姨，我觉得很好啊。穆燕是谁？名门望族的贵公子，商界的大巨子。我觉得他比宋博瑶那个朝三暮四的薄情汉好多了，简直是云逆之别。行啊，好姐姐，这回眼光一定准。穆燕比宋博瑶强了何止10倍。我和穆燕不过是各取所需，只要仪式能继续就行。我绝不会因为宋博瑶丢脸，更不能让我的家人丢脸。思思啊，博瑶那是实在赶不回来，听婆婆一句话，把婚礼推迟到明天，
不可能，仪式不会延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不体贴丈夫也就算了，还在这闹脾气说毒气的话。我没开玩笑。哼，我告诉你，你要是执意不推迟，到时候没新郎当众丢人的可是你李思思和你爸妈。我们宋家人今天是绝不会出现的。那最好。思思，我们宋家一代代的儿媳妇，那都是十分乖巧听话的。你想要嫁入我们宋家，这好胜好强的性子是该学着服软改一改了。嫁入宋家，做你们的白日梦去吧。我爸妈心疼我，嫌宋伯瑶那套排屋不够宽敞，特意在自家公馆旁买了花园洋房当新房，打算签完婚书就划到我们名下。当时宋家接的那叫一个顺手，现在都装起大排场摆起铺来了。砸了那些东西，心里倒是清静多了。思思姐，妆补好了。已经9点3更了，思思，宋家那边肯定不会派迎亲车队过来了，咱们怎么去饭店？我知道，虽然临时请了穆燕这个配角，但今天的戏恐怕还得我独自演下去。无论再苦，今天我也要从李家大门风风光光的走出去。行，没有迎亲马队，咱们自家的汽车也一样能开出气势。思思，你快看！穆燕，他竟然真的出现了！思思，穆经理来了！我的天哪，楼下的迎亲车队一眼望不到头。老儿，你愣着干什么？新姑爷上门了，咱们得下楼迎接啊！宋家那个怎么变穆燕了？管他是谁，穆燕是什么身份？咱家大伯这回是捡着宝了，快走！他居然搞了这么大的阵仗！燕儿，快帮我穿鞋！思思，这穆燕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排场，宋伯安那薄情败徒，就算攒10辈子的钱也凑不齐啊！这死对头怎么成亲家了？亲家太太，我家穆燕成天在我耳边念叨，说我这媳妇儿生得如花似玉，我就想，那亲家嬷一定是个大美人。现在一瞧，您果然是花容月貌啊！您过奖了。思思，哎呦，我儿媳妇下凡了！伯母您好。嗨，喊错了，该喊妈啦。妈，您高兴归高兴，别太孟拙，惊着我太太了。穆燕，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相识7年，我比谁都清楚，这个人就是一头漂亮且凶悍的野豹，轻易招惹不得。我成亲啊！我电话里不让你直接去大饭店吗？你带你父母来我家干什么？去啊，接上我的新娘就去大饭店啊！没有从新娘家出门的新郎，那算哪门子接亲？怎么，生气了？穆燕，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这只是个过场。喂，李思思，我之前说过，成亲我没问题，但是我拒绝当个空幌子。你要面子，难道我就不要？我穆燕若是直接空降大饭店接个半道的烂摊子，那我身边的人该怎么看我？好，我知道了，你考虑的确实比我周全。穆燕，我挺纳闷的，短短2个多小时，你不仅请动了父母双亲，还调了这么多名贵轿车过来，你怎么来得及办妥这么多事？李思思，与你相比，这有何难？什么？你把话说明白，什么叫与我相比？没什么，太大大人，时间不等人，再晚及时就有一些赶了。你确定还要在这儿跟我计较我的办事手段？太太大人，这家伙入戏也太快了，叫谁太太呢？出门吧。我们这里成亲的习俗，出娘家门的新娘子要由新郎抱着上婚车。穆经理，男人力气不大一点，在我们这儿可都不配成亲了。在今天之前，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给我浪漫横抱的男人竟然是穆燕。这个家伙在我的印象里，那就是刻薄本科。如果凭一张损嘴能把人说死，
我估计都死在他手里几百遍了。哎呀，好累呀！思思，这水壶不是重吗？我替你拿着。李思思，你是不是手断了？木燕，我只是帮把手。这回拎得动了吧？那一刻起，我的前田初恋就死在了摇篮里。从此我看他100个不顺眼，他也时不时的气我。毕业原以为彻底说拜拜，没想到这家伙成了我最大的生意对头，经常抢地皮，抢到我恨不得给他套麻袋捶一顿。可现在，这个让我牙痒痒的家伙却成了唯一能解我困局的人。李大经理盯着我看了3分钟了，还没看够。这孽缘还挺神奇。咦，这新郎不对吧？原定的新郎不是那个留洋博士宋博尧吗？这人是谁啊？你没发现宋家的人一个都没来吗？李家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这位可比宋博田高多了，帅多了，简直是云泥之别啊！思思这是临时换新郎了，太刺激了！这种场面还是得我自己来收场。木叶，你干什么？诸位，先容我介绍一二。鄙人木燕是李思思的先生。今天非常感谢诸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感谢各位见证我们经过重重波折，终于拨开乌云见月明的爱情。木燕，拨开云雾见月明，你这张嘴是真敢编啊！咱俩什么时候相恋7载了？李大经理，既然你要这场仪式圆满，这出戏就得唱得漂亮点。你连司仪都收买了，这家伙念的词儿，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各位来宾，这对新人已经经过了漫漫7载的情路历程，虽然期间偶尔会有一些无关痛痒的配角出现，但那不过是见证彼此真情的调和剂罢了。配角只是扮戏的小丑，木燕，你这是要把宋不要的脸撕下来踩在地上碾啊！怎么，你心疼那个扮戏的小丑？我是庆幸宋家人一个都没来，要是宋博尧在那儿，非得被你这些词儿气得当场吐血晕过去不可。那只能说明他定力太差。行啊，穆经理，你这社交手段我服了，这尴尬的一关算你混过去了。现在请新人交换婚戒，这不仅是契约，更是永恒的承诺。坏了，木叶，我这儿只有原先那对戒指，不管尺寸合不合，你今天都得硬往手上套了，别露馅。你就这么打算拿旧戒指应付我？这锦盒怎么不是我准备的那一个？这不是那对戒指。木叶，这不是我准备的那个风装，你把我原先那对订盟戒指弄哪儿去了？李思诗，你确定要在这种时候拿那个小丑留下的废铜烂铁戴在我手上？可我没准备别的。所以我替你准备了。现在，请新郎开启这份象征永恒的珍贵信物。你发疯了！这戒指得花多少大洋？李思思，你只管受着。闪得我眼都要瞎了！这种火彩，这种个头，至少10克拉吧。穆经理这手笔也太吓人了，真羡煞人也！这才是名门望族的婚礼好吗？甜蜜的姻缘什么时候才会轮到我啊？这长腿又有钱的俊俏郎君，比宋博尧强了何止10倍！要笑死我了！宋博尧要是在场，看到这枚戒指，估计得当场气得吐血不可。戒托，他攒一辈子的薪水也买不起这一个戒托。这换新郎的内幕到底是什么？我总觉得这出横刀夺爱不太简单呐。嗨，管他呢！这种反戈一击薄情汉的戏码多爽快啊！咱们只管吃喜酒就是了。木叶，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戒指尺寸怎么可能1分不差？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了？李大经理，生意场如战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的尺寸我3年前就背熟了。各位来宾，戒指已定终生，现在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时刻，请新郎给新娘一个爱的印章，也就是最热烈的亲吻，大家期待吗？期待！没听清，请大声点，期待吗？期待！喂，木叶，别当真，意思意思，亲下脸就行了。李思思，我说过，我不当个空幌子。思思啊，这新郎不错，但这新房还是原先宋博彦那儿吗？
哎呦，穆经理这么大身份，能住宋家在那弄堂里的小牌房。思思，我们也想去开开眼，看看你们的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二叔二婶，今天大家也累了，新房还没来得及收拾，要不改天？大家客气了，既然长辈们有兴致，那就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迎亲车队一起走吧。穆燕，你疯了！你哪来的婚房让他们看？穆燕，你是不是疯了？你可知晓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当众丢面子。待会儿要是露了馅儿，那些亲戚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莫担心，有我在。莫担心，你说的倒是轻巧。这洋楼是我父母出资买的，原是打算给他住的，现在只有一座空宅，连把椅子都没有，你拿什么叫给他们瞧？这是我家那栋房子。哎呦，这手笔，这满厅的布置就写着6个字：奢靡俗气浪漫啊！布置这里的人前一秒才刚撤走。你到底是换了多少人过来？能用大洋解决的问题，在我这都不是问题。走吧，去瞧瞧我们的新房。穆燕，你疯了吧？那是什么？这相片哪儿来的？我什么时候给你拍过结婚相？这明明是我和宋不瑶之前照的相。穆燕，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你手头怎么会有底片？你竟然拿你自己的西装相移花接木的拆贴了！李大经理，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大洋能打发的事儿，都不叫难事。旧场的高手里最拔尖的1等1，除了你，我也真想不出第2个人了。你确定这不是早有预谋？我说过了，我只是花了点大洋，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道理你不信？这邪性劲儿，我现在真的信了。穆言，我还是想不通，那张结婚相的底片，你到底是怎么拿到的？李思思，你真的想知道？这种绝密的东西，没理由会落在你手上。如果我说是宋伯瑶亲手给我的，你信吗？什么？你说什么？宋伯瑶亲手给你的？这不可能！他为什么要给你？他疯了吗？把自己未婚妻的礼服相底片亲手送给死对头？李思思，生意场上你不是挺聪明的吗？你猜？不说就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种时候还想看我笑话。那个，我想今晚能不能先让我一个人歇下？分居？洞房第1夜，李大经理就要跟我分居？穆言，我承认今天如果没有你，我会输得一塌糊涂。但是现在我真的还没准备好，可以吗？李思思，你这招以退为进，用的还真是炉火纯青。3天，这是我最后的底线。穆言，3天，能不能再商权？或者你今晚直接回你自己的寓所歇歇？不能。李思思，我警告，别想着过河拆桥。今日这仪式要是没我，你现在指不定在哪个角落里哭呢。做人得讲点良心。什么嘛，穆言这家伙，原来也没我想象中那么难应对。只要撤个骄示个弱，这头野豹不还是顺着毛走了？穆言，你怎么又回来了？穆言，你意欲何为？睡觉，瞧不出来吗？我刚才不是说了，我想一个人歇着吗？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李思思，你睁开眼瞧瞧，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床上歇着的吗？难不成床上还躺了第2个我不成？你这是耍无赖！我这叫履行契约，3天我只答应不睡床，可没答应让你把我赶出这间屋子。晚安，太太。穆言，穆经理，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在这间屋歇着，你客房睡。李思思，你休想！你李思思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吗？
我临时给你当新郎解围，家里人已经够难交代的了。我父母甚至我全家那是好不容易才选择信我，全程陪着咱们演这场戏。结果新婚第一晚，你让我去睡客房。万一明天一早被佣人或者我父母知道了，你让我怎么说？说我木燕洞房花烛夜被死对头扫地出门了。可是就3天，我真的需要静一静。思思，居然还敢打过来！宋博阳，思思，歇下了吗？戏场这边的饭店环境不太好，小景刚睡下，我知道你肯定还在生我的气，别闹了。明早我乘第1班快车回去陪你。乘第1班快车回来？宋博阳，你是不是觉得你陪完别的女人回来，只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2句话，我就该感恩泰德？思思，我已经买到票了，2个钟头后你开车来接我吧。接你？你是不是失忆了？还是你觉得我失心疯了？思思，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在那个时候抛下你，我正式向你赔个罪，行吗？我还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礼物，咱们见面再说。宋博阳，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天我已经成亲了。哼，乖，你可别再使性子了，这场戏唱的有点过了啊！我和家里的人都没露面，你一个人对着空气成亲吗？是你和家里的人确实都没有露面，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乎。这场典礼是我和家里大力操持的，所有的心血都是我在付，你不能到场。你们家甚至没想过该如何跟宾客们解释，没想过替我去处理那些烂摊子，一个电话就理所当然的通知我推迟婚期。我说了，那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的特殊情况就是陪你的小青梅。宋博阳，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李思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外面跟谁鬼混呢？你说话呀！穆经理，这场戏交给你了，我这辈子都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放心，我最擅长清理垃圾。李思思，你哑巴了？你要是说什么？大半夜的，你想找谁接你都行，不管是出租汽车还是你的小青梅，但是你没资格使唤我太太。穆燕，你是穆燕。哎，叫一声就行了，我又不是你老的，用不着这么大声表孝心。谁是你太太？李思思是我未婚妻。陆燕，你个王八蛋，你怎么拿着思思的电话？你为什么会在她房间里？宋博瑶，听清楚了，我太太当然是李思思。穆燕，你放屁！思思怎么可能嫁给你？你们这对奸夫淫！你也别在这装傻充愣了，你自己做的那些破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劝你别再来打扰我太太，否则最后不好说场的人一定是你自己。李思思，穆燕，你们这2个不知廉耻！不用接了，没完没了。怎么不听听他还能编出什么花来？不必了，清静。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副歇斯底的样子这么倒胃口？穆燕，我真的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我以为我会失眠一整夜，可我现在脑子清醒的想吐。那就闭嘴，睡觉。糟了，居然已经上午9点多了。李大经理，大清早的拆房子呢？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成亲第2天要回门，我得回娘家，我父母肯定都在等了。穆燕，我昨天走得急，带过来的只有1套换洗衣服，我现在拿什么出门回门啊？穆燕，这竟然是给我准备的，从里到外连尺寸都分毫不差。穆燕，你这几年的死对头派头是不是演得有点太用力了？除了刻薄和狂傲，你竟然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醒了，李大经理穿得这么整齐，这是成亲第2天就要去行里躲我生意？不是，今天按理说我们要回门回李府。昨天爷爷在喜宴上虽然什么都没说，但那脸色估计已经隐忍到了极限。今天这一回去，不知道还要怎么跟他交代。哦，这个什么？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怕？李思思，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我穆燕怕过？既然是陪太朝大人回门，我当然得准备一份厚礼。回门的事儿我差点忘了，不过急也不急在这一时。穆经理，你心也忒大了。我爷爷那脾气，万一等会儿咱们回去，他直接拿拐杖把你轰出来怎么办？他若轰我，我就带你跑。先用早点，空着肚子可没力气挨训。
这香味……木燕，你家请的这厨子，厨艺未免也太好了吧？这粥底熬的简直绝了。我这里没有厨子。没厨子？那这些是谁弄的？你别告诉我这大清早的还有大饭店的跑堂过来送食来。我做的。你做的？你开什么玩笑？你那双手不是用来签千万大洋合同的吗？你居然会下厨？怎么，很难理解？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天天为你做。我不只会熬粥，还会做许多其他的菜，保准李大经理满意。木燕，你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这个我一直认为高高在上、狂傲不羁的死对头，竟然会有如此居家的一面。我以前到底是认识了一个什么样的木燕？穆经理，你别告诉我，这豆浆也是你大清早现磨现煮的。穆太太，你完全可以相信，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能把你照顾得很好。哦，我只是随口一问。吃饱了，我来收拾吧。放下。什么？李思思，你这双手是来签大合同拿红酒杯的，这么好看的一双手，洗什么碗？这些粗活让你的先生来。我以前还以为男人都一样呢。李大经理又在拿我跟谁比呢？我想起以前在宋博言那儿，我为了讨好他，笨手笨脚做了2个新菜，卖相很丑，味道也一般。然后呢？宋博瑶倒是吃光了。我收拾碗靠去洗的时候，他从后面抱住我，说他真幸运，能有这么一个漂亮又贤惠的内助。漂亮贤惠？李思思，在他眼里，你洗个碗就叫贤惠了，他那是拿你免费的老妈子在哄。是啊，当时我竟然还觉得很感动。记住，在我这儿，你的贤惠不值钱。我娶的是李思思，不是娶个刷碗的。宋伯霄觉得我收碗洗碟是贤惠，穆燕却说我这么好看的一双手，不该干这种粗活。李思思，当着你先生的面走神，想什么呢？没什么。别急着跑，穆太太。穆燕，你……穆燕，回门计划取消。我母亲说，宋伯言全家上门闹事了，上赶着找死。走。你们李家教出来的女儿就是不知廉耻，成亲当天换男人。我看她早就跟那个乱了章居的野男人勾搭在一起了，合起伙来坑我们伯瑶。不知廉耻的人是宋伯瑶。李思思，你还有脸回来？你们这2个败类！你再说一个脏字试试。住口！你们当我是死了，还是当我不存在？在我李家的地盘上撒野，谁给你们的胆子？哼，老爷子，您别拿身份压人，这事儿明明是你们李家理亏在先，换新郎这种荒唐事儿都干得出来，我还不能骂2句出气了？理亏，婚姻大事重于泰山，只要人没死，爬也得爬着过来成亲。他宋伯瑶到大喜的日子，把新娘子扔在饭店去陪别的女人，现在你居然有脸说理亏的是我们李家？你们还有脸上门理论？真当我李家人是好欺负的吗？都给我滚！李老，您这也太霸道了。本以为登门能换句赔礼，没想到你们李家不仅不认错，反而……滚出去！听不懂人话吗？走，这亲结不成，咱们也没必要在这受这份气。走可以，但是原本说好给伯耀和思思成亲用的那套洋楼必须卖了，房款分我们宋家一半。分一半？宋太太，你是不是出门忘了带脑子？那房子是我父母全款买的，房契上写的是我李思思的名字。你儿子成亲当天逃跑，你现在凭什么问我要一半房款？凭你脸皮够厚，还是凭你家宋伯耀够薄情寡义？凭什么？凭这是2家之前的口头契约，你们李家亲口答应的，只要伯瑶娶了思思，那套洋楼就是他们小2口的共有家产。现在你们想赖账，门儿都没有。你这人是掉进钱眼里出不来了吗？亲家太太，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我这是维护我儿子的合法权利。什么权利？那是我的洋房，我李家的私产，为什么要给你们一半？你们宋伯瑶现在算我们家什么人？凭什么白拿我家的东西？我们家是说过，思思成亲之后，那宅子可以改到小2口的名下，但是我们家的女婿不姓宋，不叫宋伯瑶，他叫妈，我叫穆燕。对，听清楚了吗？我女婿叫穆燕，他不叫宋伯孝。你想要房产，找你那个逃婚的儿子要去。好啊，李思思，你们李家真是好样的，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给我儿子戴绿帽子，你们还敢理直气壮！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让你们名声扫地。张扬？宋太太，你可真是会贼喊抓贼。
宋博耀在成亲当天为了陪别的女人，亲口要求我推迟婚期，这证据我手里多处扣着。有你们这种厚颜无耻、贪得无厌的父母，也难怪能养出宋博耀这种吃里扒外的负心汉。李思思，你给我等着瞧！我非要把你这些烂事儿全给张扬出去，让你这辈子都抬头做不得人！走！穆经理，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宋伯浩好好看看。穆言，你这是什么意思？刚才宋太太不是说要登报揭发吗？尽管去，我也很期待，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身败名裂。穆言，你给他们的是什么？宋博瑶的把柄？喂，跟我还保密？李大经理，生意场大忌是好奇心太重，进去吧，别让母妈等急了。妈，今天回来的太急了，穆燕那边……穆燕，这是什么？还愣着干什么？过来帮忙接一把，沉着呢。穆燕，这到底都是什么？哎呦，穆燕，你这孩子真是，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过来？这是我父母特意嘱咐我带给您的见面礼。既然已经是自家人了，搞这些虚礼做什么？爷爷，穆燕她也是一番心意。其实也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只是听闻爷爷您平生最是好玉，正好我家这2个老古董，家里人早就看腻了，堆在库房里也是落灰，我就厚着脸皮拿过来，想讨一下老爷子的欢心，您给长长眼。玉，你小子倒是敢开口！你拿什么玉来糊弄我这老头子？是啊，爷爷，东西好不好，还得请您老人家亲自长长眼。这是玉理规则，晶莹剔透，触之细润如凝脂，好玉，当真是绝世好玉。很高兴这块石头能入爷爷的眼。穆燕，我厉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还没到收孙女婿这种重礼的地步。喂，你也太下血本了吧！这东西我爷爷都说贵重，你赶紧收回去，别回头你父母找我算账。爷爷，这话您就见外了。李家最珍贵的宝贝思思，都已经进了我穆家的门了，跟他比起来，这区区一只玉如意又算得了什么？你这嘴倒是甜。爷爷，如果您还认可我这个孙女婿，还请务必收下这份薄礼，否则我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人模狗样的，要不是我知道你平时损嘴混蛋的样子，差点就被你骗了。罢了，就当是你这小辈的一番孝心了。父亲，这2份是给您的。这匣子里是托人从武夷山老树上带回来的上好大红袍，我知道您平时最讲究这一口。大红袍？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穆燕啊，你有心了。哎呀，这玉簪，阿叶，你这也太有心了！你怎么知道妈平时最喜欢古法首饰？穆经理，连我妈喜欢古法首饰，我爸爱喝什么茶，我爷爷好哪口玉，你都摸清了。你是不是在我家里安插眼线了？李大经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败。既然要进李家的门，这出戏当然得拍熟。接下来的几个钟头，我算是见证了穆燕如教科书般的表演。这茶的产地在云雾缭绕的高山，火候拿捏在7分，方能出此清冽口感。阿燕，行家呀，这茶汤的火候你拿捏的比我还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你这么多。哈哈哈哈哈！这局下得痛快。阿燕，你这棋风稳健，有点老头子我当年的风范。妈，您眼光真好，这位戏骨确实敬业。上次我在慈山一眼见过他，出身清白，常年作答也扎实。是吧？我就说这孩子靠谱。阿燕，没想到你也关注这些，以后常陪妈聊聊。穆燕，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能装的男人，你这演技不去戏帮子里拿个魁主真是可惜了。思思，阿燕是个好孩子，稳重又有才干，你们俩以后一定要好好过日子。是啊，这亲毁一次就够了，千万别再让人看了笑话。你们俩听妈的，明天一早就赶紧去把那结婚证书签了。燕燕啊，明天签完字儿，晚上一定带思思回家里吃饭，妈明天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你最爱吃的菜。妈，您放心，明天办妥了，我一定准时带太太回家。妈，您这阿燕叫的也太顺口了吧？到底谁才是您亲生的？思思，怎么说话呢？阿燕这孩子稳重有知理，听你妈的话，明天把正经大事办了。刚才在门口吓到了。我只是没想到，你这收买人心的本事比你谈生意的手段还高。李思思，你若是真不想签那份婚书，可以不签。你说什么？我说立证书这事儿随你，岳父岳母那边我会想个体面的理由先搪塞过去，在我这儿你不用觉得被要挟。谢谢。累吗？还好，比起昨天在典礼上当众被气昏，今天这种应付长辈的戏码，确实只能算还好。穆燕，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你刚才的动作太亲昵了吗？穆燕，你是不是演得太当真了？咱们立下婚书的消息都传遍这10里洋场了，难道在李大经理眼里，这种程度就算逾矩了？可我们以前是死对头，是那种抢地段夺主顾，恨不得在生意场上把对方生吞活剥的死对头。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后悔投我入局了？穆燕，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这种人为什么会同意跟我完婚？以你的身份，只要你招招手，什么样的大家闺秀、名门淑女没有？我为什么不同意？李思思，你高挑漂亮，聪明善良，论家世与我门当户对，在我眼里，你确实是当太太的最佳人选。更重要的是，娶了你，我就等于在生意场上少了一个强劲的死对手。这种强强联手吞并对手的好买卖，我怎么可能拒绝？穆经理果然是生意人，被这老对头这么猛的一夸，怎么反而觉得心里这么乱？穆燕，既然是利益联姻，有些丑话我得说在前面。我李家的生意和你穆家的，我希望以后也不要有任何关联。咱们的婚后财务必须保持绝对分割。随你，只要李大经理觉得这契约能让你歇得安稳，我没意见。你答应的倒是爽快，穆经理不打算再算计点什么？算计你那点嫁妆，李思思，你是不是太小瞧我了？我想也是，既然我们势均力敌，家产折分对你而言也没什么损失，甚至更省心。李大经理，大喜事儿！刚得到的消息，衡阳那个地产大项目咱们拿到了。真的？确定消息准确？千真万确，承办意向书都已经发过来了。这不对劲。据我所知，这次参与竞竞标的对手里，穆氏影造厂可是志在必得。论规模，论资历，穆氏明明比我们更有优势。衡阳那边之前一直倾向于他们，谁说不是呢？大家都说穆氏这回是抽了什么风。就在昨天下午，他们突然单方面宣布撤标，连个解释都没有。结果这劈头而来的富贵就直接砸到咱们头上了。突然撤标？昨天下午？李大经理，您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穆氏那帮人平时眼高于顶，这回终于栽在咱们手里了。他还不知道，穆氏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少东家，现在成了我名分上的丈夫。穆燕，这就是你说的财务分割？你这哪里是娶对手，你这是在割肉喂鹰啊！朱月，你确定穆氏营造厂是主动撤标，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千真万确，李大经理他们那边的投标书撤得干脆利落，大家都说穆氏这回是踢到了铁板，自知争不过咱们李氏。争不过？衡阳那块肥肉穆燕盯了半年，他这种性格的人会主动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李大经理，您怎么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您看起来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反而是在担心穆氏？没事儿，这个项目既然拿下了，后续盯紧点。你先去忙吧。穆燕，衡阳的项目为什么要突然撤标，把它让给我们？哦，那个工程的红利虽然高，但工期太紧，穆氏手头还有几个更大的盘子要动。你们李氏正好有空当能接下，我就顺手撤了。这种鬼话你觉得我会信？穆经理，咱们认识7年，斗了3年。那李大经理觉得是什么理由？若是换做以前，你不但会跟我抢到底，还会动用人脉断了我的原材料供应。可今天呢？你这算什么？接济吗？李思思，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以前你是别人的未婚妻，我当然要跟你抢，但现在你是我太太，我为什么要跟我太太抢东西？穆燕，你这种理论放在商学院里是要被当成反面典型的。商学院教的是怎么赢过对头，没教怎么疼太太。李大经理，你以前那门课修得太好，这门课得跟我补补。行了，别在这琢磨生意经了，就差个汤了，赶紧上楼镜面换身衣服，洗手准备吃饭。好。今天拿下了衡阳的项目，李大经理赏脸喝点红酒庆祝一下。我晚上一般不吃饭。那就喝酒，这酒的力道我替你算过了，不伤身。穆燕，我发现咱们两家的厨子不对，是你这厨艺怎么专门往我胃口上撞？这4道全是我爱吃的。是吗？那只能说明咱们俩的口味还挺像的。喜欢就多吃一些。这味道比想象中还要地道。李大经理，多吃肉才有力气在生意场上跟我撇清关系，对吧？李思思，你太瘦了。穆经理这是嫌弃我不成？接下来是不是还要顺便补一句，身子骨单薄了，不好生养？开枝散叶那是你的自由，但我穆燕的太太走出去，要是让人觉得我连顿肉都供不起，丢的是我的脸面。穆燕，这电话响了这么多声，你在屋里听不见吗？为什么不喊我？我看你敷着面膜挺投入的，就没打扰你。不过正主在外面。
什么正主？宋博瑶，他怎么会在这儿？慕言，这里是我父母出资买给我的私人宅邸，连我那2个好妹都没来过，他怎么会知道这里的住址？哼，李大经理，你还是太天真了。成亲那天请了那么多人，总有1、2个拿了赏钱又不嫌事大的长舌妇。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是阴魂不散。怎么，李大经理打算下去叙旧，还是我让人把他当垃圾清理掉？宋博瑶这打听消息的本事，倒是比他当刘洋博士的水平高多了。思思，我知道你在看着我，你下来，我有话跟你说。你不出来，比赛怎么？听见他喊你李大经理，这铁石心肠也舍不得了，想出去？思思，我求你下来，就一次，最后一次，让我跟你谈谈。最后一次。李思思，你可想好了？踏出这道门，你跟他那点烂债，我可未必有耐心再帮你收场。我想好了，我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不把话说绝，他这种人永远觉得还有机会在我这儿讨到便宜。我陪着你。这种清理垃圾的体力活，还是你先生我在场比较合适。走吧。思思，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舍不得我的，对不对？思思，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私事，这个外人不能在场，让他滚开。外人？宋博瑶，你的好青梅张锦，作为一个外人都能半夜陪你来堵门，我先生身为这栋房子的男主人，为什么不能在场？先生，李思思，你叫他什么？先生，你们果然早就背着我苟且在一起了。李思思，你装什么清高？你就是个卑贱的。宋博瑶，闭上你的臭嘴！你打我！这一巴掌是打你嘴巴不干净。宋博瑶，你以前装的文质彬彬，现在这副泼皮疯狗的样子，真让我作呕。李大经理，手打疼了吗？剩下的需不需要我找人来代操？最后一次了，宋博瑶，收起你那副深情款款的表演，我看着嫌脏。你跟张锦行的苟且之事的时候，心里就该有数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你得问他啊。你们那些不堪入目的苟且相片，他可是全套建记到了我的私密信筒中。宋博瑶，你以为你瞒得天衣无缝？张姐，你干了什么？你明明保证过绝对不会让他知道的，你为什么要毁了我？不毁了你，你怎么会乖乖留在我身边？宋博瑶，留着你最后那点读书人的体面吧。从今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慕言，锦行记现在终于敲了我宋博瑶的墙角了。你现在抱着我的女人，心里一定很得意吧？宋博瑶，你把话说清楚。慕言，什么叫他终于敲了墙角了？慕言，你说话呀！他在说什么？什么叫终于？慕言，我早该防着你的，我当真是打毕业班那天起就该防着你，你这个藏得最深的疯子！博瑶，上车吧，我求你了，外面冷。慕言，谁是墙角？宋博瑶到底什么意思？除了穆太太，这里还有第2个墙角吗？慕言，你疯了吧？你中意我，这简直是今年最大的笑话。笑话吗？可能宋博耀不这么觉得。他怎么会知道？你难道还跟他说过？毕业班那年，宋博瑶还是同系的博士生学长，他捡到过我的皮箱子，里面藏着你的一张小像。他那种人，看一眼就全明白了。那后来呢？你既然中意我，为什么这几年……后来你跟他在一起了，拍好结婚起房相那天，他特意发了一份底片给我，他告诉我，让我彻底死心。可是我们不一直是死对头吗？谁稀罕跟你当死对头？老子那是没办法。你说什么？慕言，你把话说明白，什么叫没办法？没什么。李思思，你听好了，老子就是中意你，就这么简单。哟，慕言，你脸没红，怎么耳根子微红的？那是热的，你离我远点。害羞啦！驰骋生意场杀伐果断的穆经理，竟然还会害羞？哎呀，慕言，你快如实招来。毕业班那时候，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看我的小相片？生平最快乐的事儿啊，莫过于看到死对头红着脸在这装死。
你再敢笑一声试试！木叶，你重死了，赶紧起开！李思思，你再敢笑一声试试！我警告你，再笑，我今晚就不歇沙发了，我直接睡床！疯子！还早呢，别在这儿硬扛着了，再多歇会儿。你起这么早干嘛去？给你做饭，早点好了我给你摇电话。6点50，木叶那个工作狂魔估计粥都快熬好了。母妈刚才摇了电话来，说让我们今晚回宅子里一同吃个饭。穆太太，你看你时间上方便吗？方便。既然早已立了婚书，拜见公婆是分内的事。那行，今天我先送你去行里，申时下班了，我直接去接你，咱们一同过去。好，听你安排。怎么样？伤得重不重？你怎么来的这么快？我刚检查完。我哥受诊，脑震荡，需留院观察3年。我去缴费。杨燕，我刚进医院不到2刻钟，穆燕就神兵天降了。他是会缩地成千，还是会掐指算命？那个可能心有灵犀。说实话，他到底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好吧，我的大经理，其实穆总他是我……你的什么？他是我表哥，而且我这公务经理的位子，当初也是他极力向你家比肩的。杨燕，你竟然跟穆燕还有这种隐秘的关系，到底是谁的闺蜜？表妹，杨燕，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竟然瞒了我这么些年！思，你且消消气。大夫说你震伤了脑户，得静养。那不是因为你们俩一直是死对头吗？以前你在我面前每次提起我哥，都是一副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他的样子。我哪敢透底啊？万一你连我这饭碗也一并给砸了，我上哪儿哭去？那你这几年在行里，到底背着我卖了多少情报给他？这个我绝对敢对着祖宗发誓，我这人公私分明，行里的机密、地皮竞标的标的，我一个字都没向他透露过。我杨燕在这圈里混，最讲究的就是职业操守。这个我倒是相信。你要是真卖了公司，穆燕也就没必要在争标的时候故意输给我了。但是关于我的私人风评，你肯定没少往外捅吧？那哪能叫捅情报啊？我爷爷好哪口玉，我爸爱喝什么茶，我妈爱攒哪位名伶的画报，甚至我最爱吃哪几道菜，这些细枝末节，穆燕倒是比我这正主还清楚。说，是不是你卖给他的？思啊，他好歹是我亲哥，这些年他为了追你，那心都快操碎了。我作为亲表妹，总得尽点绵薄之力不是？很好，原总算真相大白了。合着我这几年的一举一动都在穆燕的掌控之下，你这个好闺蜜藏得可真够深的。大经理，您大人有大量，按照大夫的意思，您得在这儿住3天，就查伤情呢。这3天我保证全程陪护，绝对不让我哥再偷偷溜进来，行吗？滚！让他进来，我有笔账得跟他当面算清楚。思，头还晕不晕？今晚妈不走了，妈亲自照顾你才放心。哎呀，亲家太太，这您就别跟我家阿言抢活了。俗话说得好，谁的太太谁照顾嘛。给阿言一个尽心的机会，让他尽尽当丈夫的责任。妈，岳母，你们先回去歇息吧。思要换的睡裙、洗漱用具，还有她用惯了的那个软靠枕，我全拿过来了。穆燕，我只是磕破了头，手脚又没断，行动方便得很。你们谁也不用留，我自己能行。经理，生意场上你说了算，医院里听主治医生的。而医生说，你需要家属全程陪护。穆燕，收完洗衣我随你，但这贴身衣物，这是我唯一能争取到的底线了，必须我自己洗。行，经理既然想保留最后一点尊严，我成全你。穆燕，你到底是演得太好，还是以前我真的看走眼了？我知道了，马上到。总行那边出了点急事，那个跨洋合同必须我亲自签字盖章，我得先走。正事要紧，你快去吧，我这儿没事了。思，这就要走了，头还疼不疼？要不咱们别听大夫的，再多住2天，查看查查。思，听妈的话，这额头上的伤可大可小，妈怕你回去受累，这儿好歹有医生看护守着。罢了吧，妈，你又不是不知道，住在医署哪有家里舒服？闻着这股子来苏水味，我这头反而更晕了。说的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哎呦，快坐好，快坐好！你乱动弹什么？妈来收拾，你只管当你的甩手掌柜。
那就谢谢妈啦。妈，我发现您说话声音柔柔的，特别好听。您应该不是咱们本城本地人吧？我确实不是啊。思思，你难道一直以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是啊，我跟穆燕大学同学4年，毕业后又斗了3年。我看他在本市生意场根基那么深，手段又那么硬，我一直以为穆家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呢。那孩子要是听见你这么形容他，估计又要跟你急眼。傻孩子，我们家根本就不是本城人啊！你难道从来没问过他穆家的根在哪儿吗？是，穆燕不是本城人，那他在这儿的这些家业，还有他父母……对啊，穆燕，你个骗子，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思思啊，妈，那穆燕这几年在生意场上跟我争得你死我活，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想找个机会亲口跟你说。什么事？您说。当初阿燕在上大学2年级那年，态度极其强硬的要求他父亲必须把家里的生意重心全部转到这座城里来。父亲，我想让家里把买卖重心迁到这座城来。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张嘴就要动家业根基。我查过近3年的资料，这边修铁路、扩港口，营造体量是咱们现在的3倍不止。而且什么？而且我连投股的对象都替父亲物色好了。父亲早年那个做营造的老朋友正缺资金，您帮他一把，他用这边的资源还你，这账怎么算都不亏。阿燕，你跟为父说实话，你非要往这座城扎，到底为了什么？我刚才说的就是实话。你是为父的儿子，你打小不爱说废话，为一个前景这么上心，不像你的性子。行，你选的路，你自己走到底。我不会让父亲失望。当时我真的以为他是看中了这边的世道前景，结果前2年才知道，这孩子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姑娘。他说那个姑娘在本城，所以他必须留在这里，守在这。中意的女孩是我吗？思思，你知道吗？就在你们原本定下成亲的前一天，燕燕那个嘴快的丫头哭着告诉我，说阿燕守了这么多年的那个人，马上就要嫁给别人了。所以他那天出现在仪式现场，不是为了看我笑话，也不是为了抢买卖，他是在等那个万一。他那天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抽了1夜的旱烟，谁劝都不管用。思思，这傻孩子比你想象中要深情得多。思思，你不知道，就在你们原定成亲的前一晚，我实在不放心阿燕，推门进书斋去看她，结果我发现她的写字桌上全是一个姑娘的结婚礼服照。成亲相是我和宋伯耀在照相馆拍的那套。是啊，他一张一张的翻，一张一张的瞧。当时我这相片的姑娘一定就是他那个心心念念守了这么多年的可人儿，可惜明天就要归了别人了。可谁能想到呢？第2天一大早，我这儿还没从伤感里缓过劲儿来，他突然摇了个电话给我，大喊着说：“妈，我要成亲了。”然后呢？您当时什么反应？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呀！我还以为这孩子受了什么刺激，彻底得了失心疯了呢。我急得跳脚问他：“阿燕，你跟谁成亲啊？你上哪儿变出个新娘子来？”结果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要跟他最中意的人完婚。思思，你知道吗？他那语气里根本掩饰不住的狂喜，让我意识到这是真的。他让我们全家别问那么多，说实施机万分火迫，让我们只管听他的安排去操办，一定要给新娘子最好的。他竟然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这些。思思，我这儿子打5岁起摔破了膝盖都没哭过一声，但你成亲前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一边酗酒，一边对着你的相片流泪。穆燕，那个混蛋穆燕竟然还为我哭过。思思，妈请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他，因为他真的已经喜欢了你，中意了你整整1个青春啊！妈，您放心，我会的。阿燕，你来的正好。思思这额头还没全好，回行里上班我是万万不放心的。不如这样，让思思跟我回宅子里住一阵子。啊，跟妈回去住？妈，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家里不愁吃喝，妈成天盯着厨子给你炖补品。阿燕忙，妈能亲自照顾你。妈，我怕给您添麻烦。妈，您就别跟着瞎操心了，不用麻烦您，我太太我自己能照顾好。可是你行里那么多事儿，哎呀！行了，您快回去吧，我们2口子先走了。穆经理，我真努力想象呢。那眼泪珠子掉下来的时候，你是先擦左边还是先擦右边？李思思，你从上车起就盯着我看，瞧够了没？李思思，你要是吃错药了，你就直说。
你要是震伤了脑户，把脑子震坏了，咱们现在立刻返回医院洗胃，或者是做个开颅术。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哎呦，疼！笑，再笑，脑筋都要震出来了。穆经理，对一个病人这么损嘴，真的好吗？你就不怕我再让你哭一次？李思思，你能不能收收你那眼神？我什么眼神？你用这种看呆子一样的眼神，一直盯着你先生看，这样就很好吗？穆经理，别这么敏感嘛，我只是在好奇某人那不为人知的猛男落泪史。闭嘴！如实招来，我妈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交代清楚，今天晚上就给你弄几样可口的小菜。那要是我不如实招来呢？穆经理打算怎么处置我这个病号？那还是得给你弄好吃的。那不就得了？穆燕，你这辈子算是栽在我手里。穆经理，大半夜的，你在我床前走马灯呢？李思思，按照原先的契约，我已经给了你3天时间独自歇息了。所以呢，期限到了，穆经理准备收房租了。既然是正式夫妻，我觉得我该进屋了。要是以前，我肯定得想尽办法再拖个10天半个月。那现在呢？现在我在想，放着一个身形伟岸、有钱有势，还宠太太宠了好几年的大帅哥不用，我是不是有点太亏了？穆言，我刚才在想，像你这种有才有貌，最关键是还肯暗地里中意我好几年，把太太宠上天的男人，这世上估计绝种了吧？所以呢，李大经理打算亲自长长眼，我是不是真的绝种了？我是觉得，如果不试试，好像是挺亏的。先说好，我这脑幕还在调理期。穆言，你睡到半半，该不会像以前征标单一样，一个翻身过来撞我的头吧？撞头？李思思，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毕竟穆经理以前抢买卖的时候，路数可是野得很。我保证，我睡相极其安分，雷打都不带翻身的。你要是还不放心，我把自己捆起来睡行了。行了，别贫嘴了。既然穆经理这么有信心，那就歇下吧。好嘞，你放心睡，我就在这儿守着，绝对不会碰到你伤口一丁点。要是碰到了，我明天直接去岳父门前负荆请罪。行，这可是你说的。太太，晚安。穆言，你这哪里是安分？你这根本就是名正言顺的偷袭！大经理，这是穆经理刚才亲自送过来的。他说您头上的伤没好利索，外头的饭菜不干净。他若真忙不过来，午后穆太太也会亲自差人送来。他这是打算把咱们商行当成他家的灶间了。大经理，如今这10里洋场，谁不知道穆家少初是个宠妻入骨的人？而且听说您跟婆婆处得像亲姐妹一样，大家都说您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呢。妈，思思啊，午后别回来看我了，我跟你婆婆约好了去百合美发去做头发，待会儿还要一道去染个扣单。妈，您这3句不理我婆婆，到底我是您亲闺女，还是她才是您亲姐妹啊？哎呀，你婆婆跟我投缘，我们还约了下周一道去绸缎庄选样子，下周还要一道乘快车去苏州游玩呢。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你婆婆催我呢，挂了啊。穆燕，我发现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变得越来越多懒了。多懒才好，省得你总想着去生意场上跟我拼个你死我活。那我的贴身中医呢？自从那天合紧实质之后，你连这种活都强行包揽了。穆经理，你这独当一面的人，干这些是不是太屈才了？我的地盘，我说了算。穆燕，我发现个很严重的问题。说，什么问题？你是不是想把我养废？洗头你帮我，浆洗衣服你帮我，现在连饭食都不让我插手。猜对了，把你养废了，你就再也跑不掉了。穆燕，我发现你这人挺阴险的。李大经理，你这倒打一耙的本事见长啊！说的好像我不出现，你李大小姐就会自力更生去做这些琐碎事一样。以前是谁连去个馆子叫菜都说不明白，只知道在办公室里啃三明治的。吃过我穆燕做的饭，享受过我穆燕的照看，从此以后外头那些庸脂俗花谁能比得上我？就算你有再多大洋，你也请不到第二个能像我这样体贴入微的人。我就是要把你这胃口这性子全养刁了，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你还怎么活。穆经理，
你这饼画的挺大，那万一哪天你变了心，嫌我烦了要撇下我，那我岂不是会过得很惨？变心？你可拉倒吧！7年单相思，老子那是生生熬过来的。别做梦了，穆太太，这辈子你逃不掉的。哦，是吗？慕言，那我就赌上这一次，赌一个白头到老的结局吧。其实有一件事，除了我们俩，谁都不知道。我和慕燕一直都没有正式领过结婚证照。慕燕，我以前一直纳想，当初咱们成亲的消息传得全城皆知，可这4个月，我父母、我爷爷，竟然谁都没催过我们去省政府补领那份正式的结婚证书。你到底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我跟他们讲，这辈子我认定你了，但我不想要一个被压力逼出来的名分。我等着你，等到哪天你真的想好了，愿意跟我度过一生，我们再去签那个字。等了这么久，你不委屈？7年都等过来了，这4个月算什么？只要是你，多久我都等得起。慕燕，我们去领结婚证吧。真的？思思，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别装了，我知道你一直把咱俩的户籍本子带在车上，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吗？走，现在就去。多谢经理大人赏赐我个名分，谢谢穆太太，穆先生真的好爱你，要一辈子一辈子越来越爱你。慕燕，你就不想问问我是不是因为有了身孕才决定给你转正名分的？管他呢，过程不重要，结果是我赢了。你是打算登报宣告全城？何止！我要在那申报头版连续刊登3天，配文就写我穆燕终于负凭子贵正式转正了。你这词儿要是见报了，你那些生意对头得笑死。他们那是嫉妒。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爷爷都听好了，我穆燕离正式婚书了，我有孩子了！哈哈哈哈哈！报头版，新闻报也要，各大商会一家都不能少。穆经理，你这负凭子贵的消息一放出，整个十里王场的头版头条估计都要报了。报就报，老子等这天等的头发都快白了。你呢？穆太太不打算给个正经的名分认证？往后余生，情深相守。思思，这可是你亲手签下的卖身契，这辈子别想毁约。